等一下，要下就下一色棋。Hello， 大家好，我是黑佳佳。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同学，不要忘记按下订阅，和我们一起成为围棋人哦。Hello， 大家好，我是肖正浩。Hello， 大家好，我是许浩宏。今天的计划不得了了，我们要拍观众从第一集开始就敲碗到现在的超强计划——一色棋。噔噔噔。自己配音。好，小佳本身很期待，因为很多观众跟我一样，看到一色棋都是从有一部神作漫画叫《麒麟王》里面发现的。请问老师们有看过《麒麟王》吗？应该都有吧？有。没有，我没有看过。啊，他太小，他太小了。哦。好，那还是应该要看一下的。对，我们今天要挑战的计划就是我们要证明给观众看，一色棋是真的存在的。以前下过吗？有，这个小时候肯定都下过，都玩过。那但是我自己超久没下了，所以现在还蛮紧张的。我们应该都是在业余的时候都一定都玩过一色棋，不过就是升上职业之后就比较不会玩这种。一色棋感觉跟盲棋比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会比较简单，就是因为至少还是有棋盘的，就是盲棋完全没有棋盘，我觉得困难度是更高的。那像一色棋跟前阵子纪录片很红的那种彩色棋比起来，有差吗？彩色棋我觉得应该会更难，会更难吗？就是会更混淆。颜色会有一点点干，你好像不会，对不对？应该多少会有一点点，多一点点，怪怪的。所以老师们感觉是不是都有信心下完这盘一色棋？这个玩不好说。好，那今天简单来说，我们挑战就是说，会由我们的职业九段肖正浩老师跟职业九段许浩文老师，我们来 PK 一色棋。那当然，我们佳佳老师呢，今天有一个特殊的挑战，就是佳老师要在旁边努力的记完整盘一色棋，然后要帮观众们复盘至少到150手。当然，今天的挑战没有那么简单。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规则讲解时间。本次为分仙黑贴6目半，采取西洋棋的加秒制，基本时限10分钟，每下一手加10秒。为了让一色棋更有挑战性，小助教特别设计了干扰机制。接下来每30手将进入干扰状况，当下时间暂停，老师们可以边做任务边看盘面思考。当然，有干扰就会有救援，每个人只会有3张卡，每张救援卡只能使用1次。我一开始猜只猜到黑色，我想说，就是会不会有点差？因为好像下白色的话，因为本来就局面是白的，但我觉得应该差别不大啦。你知道你每一手棋都在干嘛，然后你也知道对方在做什么的话，就不太难。我觉得棋力提升没有帮助，但就是可能可以帮助，比方说记忆力啊，或者是专注力的方面。これから一定是复自己的盘比较容易，因为包括其实本身就是抛开一色棋，在复盘的时候也是复自己的盘比较容易。你很清楚的知道每步棋的意图，有时候你在复别人的盘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出现一种的，就是不是很确定这手棋的用意是什么，就是等于说你要了解2个棋手在想什么。こいつ予想
我前面布局就感受到金牌的实力。前面布局就是我们基本上还不会混乱啊，那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就是亚运金牌强，对，因为就是用时蛮快的，所以前面就是希望下快一点，保留时间到后面。但是对手肖老师好像慢悠悠蛮自在的，都慢慢下。第一个干扰，第一个干扰就是每个老师会获得一根香蕉，来，然后这老师是半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继续下，但是在下的时候要把香蕉吃完，然后吃完香蕉才能离开手上，这样。好，吃就对了。对，没错。先把头发开，等一下。どちらも白でよく打てるもんだな。わしはまだなんとかわかるぞ。わしだって意外と見えるもんでしょ。形で頭に入れるんですよ。石の形でね。形に。进入第二个干扰，在第二个干扰进行之前呢，想提醒一下肖老师只剩下57秒，要好好把握时间。然后我们都还没有用到救援卡。然后第二个干扰呢，就是盖板广告时间。本节目由黑加加围棋赞助播出。黑加加围棋是专为围棋学习者设计的线上学习平台，最新组合课程从入门到巅峰全攻略，目前开卖中，期间限定组合低于6折。现省至少1万元哦！现在就上网搜寻黑加加围棋，一起成为围棋人吧！干扰结束。
いたら分かん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わしもだもう混乱してなんだもうまだまだ先は長いよ30。我要打给林老师。好，老师取出了第一个救援卡。喂 Hello， 林老师。哎 ，Hello， 你要加油！这个现在12秒，我看了都好紧张。12秒，OK。那现在这局面就跳出来，我可以直接问后面就是该怎么下吗？后面。可以。所以现在不能冲断，对。目前 AI 选点是说要飞在那个2颗那个。哦，懂。然后吃一手可以把它吃掉那个位置。所以我后面就灵活处理就对了。对，就飞一个，然后黑棋飞了之后白棋会双嘛，然后你就是反正在那边把那个几颗子白棋，那3颗白棋给吃干净，然后杀你的时候你再想办法做活。哇，怎么听起来很难？对，但是问题看 AI 的变化图，你应该是不会死啊，不用担心。我现在真的比较担心的是你踩进白。哦，好，所以应该是不会死，反正先就分开处理就对了。对，目前只能分开处理。OK， 所以那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要可以这个？目前的这个胜率，我还有几趴？20哦，还可以。对，比预期的好，比预期好，有撑住，有撑住，加油！OK， 还有，我看我还能给你什么提示哈？还是你有哪一首想问的？那右边要怎么活？好，我们时间到。好，没关系。好，对，但不会死。林老师就是算有给我一些意见，那对我是有帮助，不过就是好像也对徐浩蛮有帮助的，因为就是扩音直接。对，应该说本来对局面还判断不太清楚，不过那时候知道胜率之后，就有比较放心的感觉。知道胜率之后，反而可能有没下好。那我们就比赛继续。10、9、8、7。8、7、6、5、4、3。10、9、8、7、6、5、4。用个小助教。好，小助教接下来要提供非常有用的资讯。第一个资讯呢是现在萧老师的胜率还有16%。告诉我这没有用。好，第二个资讯呢，小助教刚刚偷拍了一下盘面，然后给萧老师看一张图。好，哦。第三个资讯呢，小助教又偷拍了一下盘面，给萧老师看第2张图。哇，好，这个有用吗？还行吧。可以再看2秒吧。是结束。9、8、7、6、5。
刚好呢是数学题，传闻职业棋士都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准备了3道非常艰难的数学题，分别给老师们。等一下呢，要解完这道题，我们才能继续下一首。那包含佳佳老师也有一题，来，请。好，有笔解完就可以了。解完就可以。有笔吗？0，非常难的题目。0。好，没错，正确答案会是0。正确答案。 0。好，正确答案。好，有跟没有一样。10、9、8。9、8、7、6、5、4。哦，这我真的是觉得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居然是小助教的救援。因为我本来觉得小助教救援的话，我可能哇那个局面美下鱼况这样，对，但没想到我这盘棋就是从小助教救援开始，哇，整个气势回升。 我使用卡，口印。阿康给你开始。他在教我怎么下。这样怎么下？我给你看一个。对，变化图。啊。对。那很强耶。对，突然发现那居然是最有用的一张。他比想象中还有用。对，大家都以为小助教的题是很废，其实超厉害。白纸的胜率目前来到了54%。第二个题是一样，第一张图是长这样，部分盘面资讯。第二张图长这样，部分盘面资讯。OK 吗？好，提示结束。就那时候突然发现好像不太对劲，本来以为那块棋可以很轻松的做活，然后突然发现蛮危险。 用一下。等一下，这我不知道向哪。用一下，上帝视角，上帝视角。哇，太浪费了。这个时间点，我找不到向哪里。我就脱线了。说的也是。来，小助教的上帝视角长这样，全盘面。好，再继续。 3、10、9、8、7、6、5、4、3、2。 10、9、8、7、6、5、4、3。 30、20。 10、9、8、7、6、5、4、3。 20。 9、8、7、6、5、4、3、2。10、9、8、7、6、5。10、9、8、7、6、5、4、3、2、1。10、9、8。 中间有一个攻杀，然后双方都在10、9、8、7、6、5。然后我记得徐老师有一次最后1秒才按中，然后那时候我超紧张的，我手都快要上去帮他按了。6、5、4、3、2、1。10、9、8、7。
见不杀生。我觉得我心脏快跳出来了。这个干扰呢是专注力大考验。等等呢，时间开始继续之后呢，小助教会播我们胖虎唱的这首歌。那老师要在这个干扰的环境中，包含佳佳老师，就是胖虎边唱歌，老师们要边继续做本来的事情。歌声大概持续10秒钟左右，准备好了吗？那3、2、1。10、9、8、7、10、9、8、7、干扰结束。最干扰的一个，我觉得形式其实，我觉得我稍微有利一点，只要那一块能够活得好的话。但结果胖虎一讲完以后，那结果是下一步，哇，真的是那个胜率，我想应该是降非常多的一步。非常的干扰，那个我觉得是最干扰，主要是因为干扰到了2位棋手，所以等于说他们下的跟我想的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然后我的画面就开始越来越糊。10、9、8、7、6、5、4、3、2、10、9、8、7、6、5、4、3、10、9、8、7、6、5、4、3、2、10、9、8、7、6、5、4、3、2、10、9、8、10、9、8、7、6、5、4、3、2、10、9、8、7、6、5、4、3、2、20、10、9、8、7、6、5、4、3、2、20、10、9、8、10、9、8、7、6、5、4、3、2。モード見えてる人いるんだ。よーし、ここから振り落とすぞ。10、9、8、7、6、5、4、3、2、1、20。10、9、8、7、6、5、4、3、2、1、20。10、9、8、7、6、10、9、8、7、6、5、4、3、2、1。10、9、8、7、6、5、4、3、2、1。10、9、8、7、6、5、4、3、2、30。10、9、8、7、6、5、4、3、2、1。30。好，进入最后的干扰。最后的干扰呢，是我会帮2位老师一人各下一手。现在这个手用我觉得本不到的。这个干扰呢，就是身为业余2段的小助教，会帮老师们在现在这个盘面上面一人各下一手。其实说不定这个也是个救援呢。现在是换夏老师嘛，对不对？对。看一下我的第一，等一下，我对一下。我
怎么感觉现在很关键？我的话，怎么会先粘？第一手。好，接下来我帮徐老师下第二手，我就保守一点。下得不错，下得不错。好，那我们的干扰完毕。天哪！ 6、5、4、3、2、1。就以起手来说，读秒就是读到9，应该都还蛮习惯的。就只要那个钟是没有问题的钟，都应该都能按过去。10、9、8、7、6、5、10、9、8、7、6、5、4、3、2、1。10、9、8、7、6、5、4、3、2、1。10、9、8、7、6、5、4、3、2、10、9、8、7、6、5、4、3、2。10、9、8、7、6、5、4、3、2。10、9、8、7、6、5、4、3、2、1、20。10、9、8、7、6、5、4、3、2、1。20。10、9、8、7、6、5、4、3、10、9、8、7、6、5、4、3、2。10、9、8、7、6、5、4、3、2、1。10、9、8、7、6、5、4、3、2、1。10、9、8、7、10、9、8、7、6、5、4、3、2、1。10、9、8、7、6、5、4、3、2、1、20。わしらには何が何やらただ白い塊がどんどん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ようにしか。9、8、10、9、8、7、6、5、4、3、2、1。10、9、8、7、6、5、4、3、2。10、9、8、7、6、5、4、3。10、9、8、7、6、5、4、3、2、1。10、9、8、7、6、5、4、3、2、1。10、9、8、7、6、5、4、3、2、1。10、9、8、7、6、5、4、3、2。10、9、8、7、6、5、4。10、9、8、7、6、5、4、3、2。10、9、8、7、6、5、4、3、2、20。10、9、8、7、6、5、4、3、2。10、9、8、7、6、5、4、3、2。30、10、9、8、7、6、5、4、3、2、1。10、9、8、7、6、5、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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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将10、9、8、7、6、5、4、30、20、10、9、8、7、6、5、4、3、20、10、9、8、7、6、5、4、3、2。
3、2、10、9、8、10、9、8、7、6、5、4、3、2、1。10、9、8、7、6、10、9、8、7、6、5、4、3、2、1。10、9、10、9、8、7、6、我也看不出来。 3、2、1。10、9、8、7、6、5、4、3、2、1。10、9、8、7、6、5、4、3、2、1。30。10、9、8、7、6、5、4、3、2、1。30。10、9、8、7、6、5、4、3、2、1。30、10、9、8、7、6、5、4、3、2。10、9、8、7、6、5、4、3、2。10、9、8、7、6、5、4、3、2。这边我已经看不懂了。小就是他进来之后我就没看懂。其实从赛前哇，算蛮紧张的，因为这真的太久没下一色棋了。那我其实蛮怕，就是可能50手以后我就看不清楚。但整体来说，这下的还是蛮开心的，蛮享受在这个当下的。这盘棋感觉应该我们双方都还算发挥还不错，就这盘棋应该是蛮精彩的。好，我们恭喜徐老师拿下一色棋的胜利。那其实小助教已经完全看不懂在干嘛，但是我用上帝视角看的时候呢，发现老师们真的是一个错误都没有犯，太厉害了！我们给两位老师鼓个掌。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黑佳佳老师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复盘，要复到150手。
恭喜150手，你还可以买，还可以的话，但已经完成挑战了，恭喜佳佳老师完成150手复盘挑战。如果你一直很专心在看这盘棋的话，虽然它下的全部都是白棋，但你看到的棋盘它还是黑棋跟白棋，并没有。但就是如果中间被打断的话，就不太确定。但就是如果你一开始一直是盯着棋盘看的话，你看到会是黑白的。恭喜老师们都完成了一色棋的挑战，哇，太强了！那想问一下老师们3个各自刚刚对于一色棋那一盘的想法。哇，一开始其实我本来大家觉得大概下个100手，我可能后面就那个求救用完以后，可能就会非常慌乱。哦，但你第3个就是上帝视角，其实用的蛮早，就是有一点点可惜，因为那时候你还记得嘛，只是说你那个需要一点点时间思考一下。对，因为当时就是靠他刚用了徐老师刚用的那一步贴到那一步的时候，当时有点慌。对，就是需要一点时间思考一下。用救援卡也是一种时间策略。对，因为就用救援卡会暂停一下嘛，所以就可以稍微多一点点时间思考。那佳佳老师呢？我看着觉得非常的精彩，就是前面大部分其实都有记得，然后差不多就从胖虎开始唱歌之后，画面开始往模糊的方向走，就中间有一块稍微有点糊，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可能到150手确实差不多，因为后面的画面真的有点糊。我感觉就是前面应该都还不错，中间那时候感觉应该多用一些求救卡。那时候对，你还有2张没用。对啊，我以为你是故意不用的。你是忘了是吗？那时候可能那个过度自信，以为自己可以，但其实各种看不清啊。然后后来也是那个胖虎，就是确实短暂忘记棋盘的样子。我真的没有想过，今天原来最强的干扰是胖虎。因为主要胖虎的时候，刚好你们都剩10秒嘛，所以是一边胖虎在唱歌，然后一边就是19、8、7。而且主要胖虎那时候就是还蛮关键的，因为我那一大块其实就是好像胖虎一结束，然后我就下了一步坏棋你就退了一个嘛，藏了一个。那今天下完之后，有没有觉得一色棋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我自己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画面会非常的重复感吧，就是这个局部非常复杂的话，有很多扭打在一起，然后其实全部都粘在一起的话，对我来说就会特别难一点。我觉得比较难的点应该一个是就是读秒，就是很快，所以就是变成说你就只有10秒的时间思考，然后再来应该是就是我觉得暂停会有影响，就是你在暂停的时候那个画面就会开始变得有点糊糊的感觉，然后你就得再回来，就是要花一点时间。正常下的话应该还好，就可能时间比较急的时候会有点慌，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判断局面。那今天整个比赛，3位老师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哪里？除了胖虎以外，然后第一个想到就是胖虎。我非常意外的就是，没想到这3个求救里面最有用的，居然是小助教的这个给我这个盘面资讯。对，这个确实没想到，我以为那个没什么用。对，因为我当时局面其实有点不知道该下哪，然后当时就是有一块黑棋，我还不确定有没有活这样子，然后突然一看到小助教给的提示，顿时觉得这个灵感都来了，这样。这个我跟他讲一下，因为我在这个企划之前被佳老师呛，他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干扰，对，是特别思考了一下。但因为我不知道会有变化图，有变化图的话，确实就会有帮助。也是小助教，就是150手，那时候小助教来下了2手，我本来以为可能我局面要完蛋了，结果好像下得蛮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希望大家喜欢这个企划。那我们下堂课再见喽，拜拜。拜。